清朝皇帝的祖先可以一路追溯到6000年前，這還真不是瞎編的。滿洲人的血脈線索藏在中國最古老的幾本書裡，寫在東北密林深處的凍土之下，串起來是一條跨越6000年的族群演化鏈。從肅慎到義樓，從務吉到漠河，從女真到滿洲，名字換了一個又一個，但基因和土地沒有變。歡迎來到壁畫太多，我是三太，讓我們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故事的起點是一個你大概率沒聽過的名字，它叫肃慎。這2個字出現在中國最早的一批文獻裡，包括《竹書紀年》《山海經》和《左傳》。按照這些古書的說法，早在虞舜和商周時期，東北方向就有一個叫肃慎的族群。他們曾經向中原进贡過一樣很特別的東西，叫做笏矢石弩。笏的意思是做箭杆用的木頭，矢的意思是箭，石就是石頭。這個弩呢，就是指可以用来做箭頭的石頭。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用笏木來做杆，把石头磨尖了做成箭的箭頭。這東西在當时中原人眼裡是標準的遠方異族特產，周天子甚至把它當成一種政治象徵，意思是你看，連那麼遠的肃慎都來朝貢了，說明我的天命覆蓋四方。你可能會問，肃慎到底住在哪兒？這個問題至今沒有100%確定的答案。古文獻裡的描述比較模糊，大致指向今天中國東北的東部和北部，也就是黑龙江、吉林東部到俄羅斯遠東一帶的廣大區域。那是一片被茂密森林和縱橫河流覆蓋的土地，冬天極其寒冷，夏天短暫而濕熱。肃慎人呢，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以漁獵為主，兼有少量的採集和原始農耕。他們不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森林裡的獵人，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從肅慎一直到後來的女真和滿洲，林中獵人這個身份標籤幾乎從來沒有真正脫落過。關於肅慎的考古證據，目前學術界能夠對應得上的，主要是分布在黑龍江流域和牡丹江流域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骨器顯示，這些早期居民已經掌握了相當實用的生存技術。他們會制作精細的石質箭頭，這跟文獻裡記載的石弩完全吻合。他們的陶器風格跟中原地區截然不同，有着鮮明的地方特色。這說明肃慎不是從別處遷來的，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東北原住民，在那片土地上已經生活了非常非常久了。但肃慎这個名字在先秦之後就逐漸從中原的文獻裡淡出了。那倒不是因為這群人消失了，因為中原王朝對東北的了解在不同時期深淺不一。換一個朝代，再換一批使者，他們在看到的那群人的時候呢，可能穿着又和以前不太一樣，而且说話的口音又給變了，於是就給人家換了一個名字。肃慎其實沒有滅亡，他只是被改了個標籤，而下一個標籤則叫做義樓。中原的史官們換標籤這件事其實特別有意思。你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一個中原的使者跋山涉水走了幾個月，終於到達東北的密林邊緣。他看到一群人住在半地下的坑穴裡，冬天往身上抹豬油來御寒，吃東西不太講究禮儀，打獵的本事倒是一流。他問這些人叫什麼，對方說了一個發音。使者回去寫報告的時候，用漢字音譯下來，寫成了義樓。而另一個朝代的另一個使者聽到的可能是同一個詞的不同方言版本，寫下來就變成了另一個名字。
所以從肅慎到義樓很可能不是兩個民族的交替，而是同一群人在不同时代被貼上了不同的漢字標籤。義樓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中原的視野裡，是在漢魏時期。《三國志》裡有一段專門關於義樓的記載，雖然篇幅不長，但信息量很大。按照記載，義樓人生活在夫餘國的東北方，也就是今天黑龍江省的東部地區，靠近烏蘇里江和黑龍江交匯的那一片。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幾千年前的肃慎幾乎一脈相承，住在山林之間，擅長射箭，以獵豬和捕魚為主要食物來源。最有標誌性的特徵就是弓箭。義樓人的箭頭依然是石質或者骨質的，箭上還塗有一種毒藥，中了之後会導致傷口劇痛。這種毒箭在當時的東北亞是出了名的厲害，周圍的鄰居都怕他們3分。史書對義樓人的描述，坦白說不太客氣，用的詞是處山林之間，其人兇悍，還說他們便乘船，好寇盜，意思是擅長划船，喜歡出去打劫鄰居。他們的居住方式也讓中原人覺得很原始，挖一個方形的地坑，上面搭木架和覆蓋物，人住在坑裡面，冬天靠體溫和灶火取暖。這種半地穴式的建築其實是對東北極寒氣候的一種非常聰明的適應，地下溫度比地面穩定得多，住在坑裡反而比住在地面上暖和。但中原史官不管這些，他們的評判標準是中原的那一套，你不住房子裡那就是野蠻嘛。這種偏見貫穿了整部中國古代史，那當時東北的民族幾乎沒有被中原人正眼看过。義樓人和他們的鄰居夫餘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夫餘是當時東北地區一個比較成熟的政權，位於今天吉林省中部一帶，社會發展程度比義樓高不少，已經有了城池和初步的國家組織。夫餘長期試圖控制義樓，把他們當作附屬力量來使用。義樓人對此非常不滿，雙方衝突不断。史書裡說義樓數犯夫餘，意思是經常主動攻擊夫餘。一個社會組織程度更低的族群敢反復進攻一個有城有兵的國家，這說明義樓人在戰鬥力上絕對不虛。事實上，夫餘始終沒能真正征服義樓。密林和雪原是義樓人最好的防線，你打進去容易，想留下來控制就難了。這種你管不住我，我也不服你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夫餘國自己衰落。有一個細節特別值得注意，義樓人雖然在中原人眼裡顯得粗糙，但他們並不是完全封閉的。《三國志》記載，義樓曾經在曹魏時期向中原朝貢送去的贡品裡有一樣東西，護使石弩。对，跟1000多年前肃慎送給周天子的東西一模一樣。同樣的箭，同樣的材質，同樣的來源方向，這個細節幾乎就是一張族群身份的 DNA 報告。中原的史官自己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記載中明確說了一句“古肅慎之國也”，意思是這就是當年那個肅慎，名字變了，人沒變。義樓作為一個族群名稱，在史書中的活躍期大約從漢末到南北朝初期，之後這個名字又漸漸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稱呼。東北密林裡的這群人再一次被中原世界重新命名，這一次他們叫戊吉，而戊吉這個階段將會是這條血脈線上第一次出現真正清晰的部落分化。一棵樹從一根主幹開始分叉了，而每一根分叉後來都通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南北朝是中国歷史上最混亂的时期之一，中原大地上政權那個亂啊，今天姓刘，明天姓蕭，
後天性拓跋。但有趣的是，正因為中原亂成一鍋粥，各個政權都拼命想跟周邊民族拉關係，找幫手，反而讓那些原本被忽視的邊疆族群獲得了更多被記錄的機會。務吉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走進了中原的視野。務吉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中，大約在公元5世紀前後。當時北魏統治着中國北方，對東北方向的情報需求很高，於是跟東北各族的接觸明顯增加。北魏的史官記下了務吉這個名字，並且注意到這群人和之前的義樓住在差不多同一片區域，生活方式也高度相似。所以文獻裡再一次出現了那句熟悉的判斷：務吉，古肅慎也。又是同一群人，又換了一個名字，但這一次呢，事情比之前要複雜了一些。因為務吉不再是一個籠統的整體，它內部已經出现了明確的部落分化。根據魏書的記載，務吉分為7個部落，有肅漠部、博鐸部、安車古部、伏聶部、郗氏部、黑水部和白山部。這7個部落分布在從松花江流域到黑龍江下游的區域，各占一方，各有地盤。他們之間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語言相通或者相近，生活方式也大同小異，但在這個政治上是各自獨立的，沒有一個統一的首領或者中央政權。你可以把他們想象成同一個大家族裡的7個分支，過年的時候知道彼此是親戚，但平時呢就各過各的日子。7個部落裡面有2個名字你一定要記住，因為他們在後面的故事裡會反復出現。第一個是肃漠部。肃漠務吉住在松花江中游一帶，是7部當中地理位置最靠南的，也是跟中原還有高句麗接觸最多的一支。在這裡呢，要說一下這個高句麗，這個麗在這裡讀2聲離。儘管高句麗在後期也常簡稱為高麗，但是它與後來那個統一朝鮮半島中南部的高麗王朝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肃漠受外部文明影響最大，社會發展程度在7部中也最高。後來的肃漠漠河以及在它基礎上建立的渤海國，就是從這一支發展出來的。第二個是黑水部。黑水務吉住在黑龍江中下游一帶，是7部當中最靠北的，身處密林腹地，跟外界的接觸最少，生活方式也最接近祖先的原始狀態。這一支後來演變成了黑水漠河，再往後就是女真人的直系前身。肃漠和黑水一南一北，一個走向了文明化和國家化，一個留在了叢林裡繼續當獵人。同一條根上長出來的2根枝幹，從此分道揚鑣。務吉各部在南北朝時期跟中原的交往逐漸增多，北魏、北齊和北周都有接待務吉使者的記錄。務吉人送來的贡品依然包括那個傳承了幾千年的經典組合弓箭和毛皮。這些來自東北密林的物產在中原宮廷裡依然有着很高的價值，而務吉人從中原帶回去的主要是絲織品、鐵器和各種手工業製品。這種交換不僅僅是經濟行為，它也是信息的流通。每一次使者往來，務吉人都會對中原世界有更多的了解，而中原對東北的認知也在一點點的加深。這個時期的務吉人在軍事上也相當活躍，他們跟周邊的高句麗、夫餘殘部以及其他族群之間摩擦不斷，特別是跟高句麗的關係非常複雜，時而合作，時而衝突。高句麗在鼎盛時期曾經控制了務吉部分的南方部落，把他們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北方的黑水部等部落始終保持着獨立，高句麗的手伸不了那麼遠。
這種南方被牽着走，北方自由散漫的格局，在後來的漠河時代會變得更加明顯。從肅慎到義樓到務集，名字變了3次，但有些東西始終沒變。密林、弓箭、漁獵、半地穴的房子，不服管的脾氣。3000多年過去了，這群人還是住在那片冰天雪地裡，還是用骨頭和石頭磨箭頭，還是誰來了都不怎麼搭理。但務集七部的出現標誌着一個重要的轉折，這條血脈不再是一根線了，它開始分叉，開始往不同的方向延伸。而当歷史的時鐘走到隋唐時期，這7個部落會獲得一個新的集體名稱，一個在東亞歷史上更加響亮的名字。到了隋唐時期，中原王朝終於重新統一了，而且統一得很徹底。隋朝雖然短命，但它結束了幾百年的南北分裂，緊接着的唐朝更是把中國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個強大而自信的中原帝国，目光重新掃向了4方邊疆。東北方向，那群在密林裡生活了幾千年的人，再次被重新認識，重新命名。這一次，中原人叫他們漠河。漠河這個名字基本上就是務集的延續。學者們普遍認為，務集和漠河很可能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音譯，就像英語裡的同一個名字被2個翻譯寫成了不同的漢字一樣。族群還是那個族群，地盤還是那片地盤，7個部落的基本格局也沒有根本性的变化。但漠河時代跟務集时代有一個巨大的不同，隋唐帝國的存在讓漠河人和中原文明之間的互動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和深入。肃漠漠河是這場互動中最積極的參與者，他們住在松花江中游，緊挨着高句麗的地盤，很早就被捲入了東北亞的大國博弈。隋朝3征高句麗的時候，肃漠漠河就被牽扯了進去，一部分人跟着高句麗打仗，一部分人被隋朝招抚。到了唐朝滅高句麗之後，大量肃漠漠河人連同高句麗移民被強制迁到了瀛州。後來瀛州之亂爆發，大作榮帶着這批人東逃，最終在東牟山建立了渤海國。這個渤海國的核心人口就是肃漠漠河加上高句麗的移民，它存在了229年，巔峰時被稱為海東盛國，最後在公元926年被契丹用15天給滅了。肃漠漠河的命運基本上跟渤海國綁定在了一起，但肃漠漠河只是漠河的一部分，在它的北邊還有一支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立節奏的力量，它叫黑水漠河。黑水漠河住在黑龙江中下游，那是整个漠河世界裡最冷、最偏、最难到達的地方。正因為偏遠，黑水漠河跟中原的接觸遠不如肅漠那麼頻繁。他們依然過着以漁獵為主的生活，社會組織比肅漠鬆散得多，沒有建立起像渤海那樣的國家體制。但他們有一樣東西，是肅漠漠河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漸漸失去了，那就是原始的韌性。唐朝對黑水漠河的態度跟對肅漠漠河那是完全不同。肅漠漠河通過渤海國被納入了唐朝的藩屬體系，雙方有冊封，有朝貢，有留學生交換，關係是制度化的。黑水漠河則是直接跟唐朝建立了聯繫，跳過了渤海這個中間層。唐朝呢，則在黑水漠河的地盤上設立了黑水都督府，名義上是把它納入了帝國的管理體系。這個操作當時讓渤海國的第2位國君，也就是大作榮的長子大武義直接暴怒，因為他覺得黑水漠河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你唐朝直接插手，那就是在挖我的牆角。
但唐朝不在乎渤海怎麼想。對唐朝來說，在渤海國北面多一個可以直接聯繫的棋子，在戰略上來說只有好處。這裡你就能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分化，同樣都是漠河人，肃默這一支走上了建國和學習中原制度、發展城市文明的道路，而且是越來越像一個正規的国家。黑水這一支呢，則留在了森林裡，保持着部落制，不建城市，不搞科舉，也不寫詩。兩支力量看起來差距越來越大，但歷史後來證明，走得慢的那個不一定會輸。渤海國滅亡之後，肃默漠河作為一個族群，基本上就瓦解消融了。而黑水漠河呢，它還在，它不但還在，而且正在安安靜靜地等待下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名字就叫女真。公元926年，渤海国在契丹的鐵蹄下滅亡。這件事對整個東北亞的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對不同的漠河群體來說，這個衝擊的分量是完全不同的。肃默漠河和渤海國的高句麗移民後裔承受了最直接的打擊，他們被大規模遷徙，被打散安置，被剝奪身份，幾代人之後就徹底融進了辽朝的人口海洋裡，再也辨認不出來了。但遠在北方的黑水漠河受到的波及就小得多了。契丹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渤海国的核心区域，對黑龍江中下游那片冰冷偏僻的密林興趣有限。黑水漠河就這麼安安靜靜地留在了原地。渤海國的滅亡對黑水漠河來說，短期內似乎沒什麼影響，但長遠來看卻打開了一扇巨大的窗戶。之前的東北格局是渤海國占據核心位置，黑水漠河被擠在邊緣。渤海國在的時候，黑水漠河不管怎麼發展都很難突破南邊這個大鄰居的压制。現在渤海沒了，南邊變成了契丹的勢力範圍。契丹雖然強大，但它的重心在草原和遼東，對黑龍江流域深處的部落控制力有限。這就給了黑水漠河一個此前從未有過的戰略空間，它可以慢慢壯大，慢慢向南滲透，而不用擔心頭頂上有一個成熟的政權時刻盯着自己。從10世紀到11世紀，黑水漠河的後裔們經歷了一個緩慢但持續的變化過程，部落之間的兼併和整合在不斷發生，一些較強的部落吞掉了較弱的部落，地盤在重新劃分，人口也在重新聚集。這個過程沒有什麼戲劇性的大事件，史書上的記載也非常稀少，但就像森林裡的樹根在地下悄悄蔓延一樣，一種新的力量正在成型。這些黑水漠河的後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獲得了一個新的集體身份，中原的文獻開始用一個新的名字來稱呼他們。辽朝的記錄裡，他們被叫做女真。這個名字的轉換並不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女真作為一個族群稱謂，最早出現在辽朝的文獻中，大約在10世紀中後期開始被普遍使用。它指代的就是生活在辽朝東北方向，以漁獵為主的那些漠河後裔群體。學術界對女真這個詞的語源有很多討論，有人認為它跟肅慎在語音上有關聯，可能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时代的變體。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就意味着從6000年前的肃慎到1000年前的女真，這個族群不但血脈沒斷，連自稱都沒怎麼變過。只是每個朝代的中原史官用不同的漢字去音譯它，才搞出了肃慎、義楼、兀吉、漠河、女真這麼一長串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名字。辽朝對女真人的態度非常值得注意。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滅了渤海之後，成了東北亞的霸主。他們对女真各部採取了一種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靠近辽朝核心區域的那些女真部落，
被編入遼朝的行政體系，接受比較直接的管理。這些人被稱為蜀女真。而住在更北更遠、遼朝手伸不太到的地方的部落，只需要名義上臣服、定期进貢就行了。這些人被稱為生女真。蜀女真的日子過得安穩一些，但自由度很低，基本上被契丹人当成了附庸。生女真則保留了更多的独立性，依然按照自己的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這種劃分後來被證明是遼朝的一個重大失誤，因為真正對遼朝產生致命威脅的，恰恰不是那些被管得服服帖帖的蜀女真，而是密林深處那些不太服管的生女真。特別是其中一個叫完颜部的部落，他在11世紀悄悄崛起，像一根彈簧一樣，後勁兒還大。女真這2個字吧，在遼朝的文獻裡一開始並不是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詞彙。契丹人提到女真，就像你提到隔壁村的鄰居一樣隨意。在遼朝看來，女真不過是東北密林裡一大堆雜亂部落的統稱，也就是有幾十個部落和幾萬頂帳篷，散落在從長白山到黑龍江之間的廣大區域。他們定期來進貢一些毛皮、人參和馬匹，有時候鬧點小摩擦，但都不是什麼大事兒。遼朝對女真的基本態度就4個字：看住就行。但遼朝沒有看住，或者更準確地說，他以為自己看住了，其實完全沒有察覺正在發生的變化。女真各部落雖然表面上是一盘散沙，但在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這段時間裡，部落之間的整合一直在悄悄進行。小部落被大部落吞并，弱的首領被強的首領取代，地盤在重新分配，聯盟在不斷重組。這個過程非常緩慢，緩慢到遼朝的情報系統根本沒把它當回事兒。等到他們意識到問題的時候，一個叫完颜部的部落已經從幾十個部落裡脫穎而出，變成了整個生女真世界的核心力量。完颜部的崛起是一個典型的從無到有的故事。這個部落最初只是眾多女真部落中很普通的一個，住在今天黑龍江省哈爾濱東南方向的阿什河流域一帶。他们的早期歷史幾乎沒有任何文字記載，後來金朝建立之後回溯修史，才給完顏家族編了一條祖先譜系。按照金朝官方的說法呢，完顏部的始祖叫韓普，是從高麗方向遷過來的，到了阿什河流域之後定居了下來，跟當地部落通婚融合，逐漸站穩了腳跟。這個建國神話裡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是後來編造出來給皇室貼金的，今天已經很難分辨了。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完颜部確實在10世紀到11世紀之間完成了一次關鍵的飛躍，從一個普通部落變成了女真各部的盟主。完顏部能脫穎而出，靠的不是單純的武力，當然了，這個武力是基礎，你在叢林世界裡活不下去的話，那就什麼都別談了。但完顏部的首領們展現出了一種超出普通部落酋長水平的政治智慧，他們擅長拉攏和聯姻，通過與其他部落首領家族通婚來建立穩固的聯盟關係。他們也學會了在遼朝的體系裡玩遊戲，表面上恭恭敬敬地執行遼朝的命令，接受遼朝授予的各種頭銜，但暗地裡利用這些頭銜來提升自己在女真內部的威望。遼朝給你封了一個节度使的名號，你回到部落裡就變成了連契丹大皇帝都認可我的人物。這種借力打力的手法，那完颜部用的是非常成熟。到了11世紀中後期，完颜部已經成為了生女真各部的領袖。完颜部的首領不斷擴大影響力，建立了初步的部落聯盟體制，甚至開始制定法令，調解糾紛，統一軍事指揮。女真人第一次有了某種程度上的集體行動能力。而與此同時，
遼朝自身的問題正在加速惡化。遼朝中後期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宮廷內鬥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對邊疆的控制力持續下降。更要命的是，遼朝对女真各部的压榨和侮辱從來沒有停過。契丹貴族有一種極其傲慢的習慣，在女真地區巡行的時候，隨意徵要女真人的財產，甚至是女性。態度之蠻橫，讓女真人積累了深厚的仇恨。這種仇恨在每一個女真部落的篝火旁被一遍遍講述，像炭火一樣越燒越旺。完顏部的第5代首領是完顏烏古乃，第6代是何里波，他們一代代的積蓄着力量，整合着部落。到了何里波的孫子這一輩，一切終於準備就緒了。這個孫子的名字叫完顏阿骨打，他是一個從小在馬背上長大，在冰河裡打獵，在部落械鬥中磨出來的人。他接手的可不只是一個部落，而是整個女真世界積攢了上百年的力量和怒火。當他站在阿什河邊，抬頭望向西方遼朝的方向時，他心裡想的可不是怎麼活下去，而是什麼時候動手。公元1114年秋天，完颜阿骨打做了一件整個東北亞都沒有預料到的事情。他召集了女真各部的兵力，總共大約2500人，在今天的吉林省拉林河的位置誓师起兵，正式对遼朝宣戰。只有2500人。遼朝當時號稱擁有100萬大軍，騎兵數量在整個東亞首屈一指。一個只有2500人的部落聯盟，向一個100萬級別的帝國宣戰，這件事在當時聽起來不是勇敢，是荒謬。但阿骨打顯然不是一個會被數字嚇退的人，因為他對遼朝的了解比遼朝對他的了解那要深得多。他知道遼朝的100萬大軍是紙面數字，真正能打的精銳遠沒有那麼多。他知道遼朝內部派系林立，調兵遣將的效率已經低得可怕，而且他更知道一件最關鍵的事，那就是女真戰士跟遼朝士兵在單兵素質上那完全不是一個級別。女真人從小在密林和冰原中打獵，騎馬射箭是吃飯的本事，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而遼朝的軍队經過100多年的安逸生活，戰鬥力已經嚴重退化。阿骨打賭的就是這個質量差。第一仗打在寧江州，位於現在的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一帶，當時是遼朝在東北的一個軍事據點。阿骨打親自率軍突襲，遼軍猝不及防，一戰即潰。消息傳到遼朝宮廷，遼天祚帝耶律延禧雖然吃了一驚，但並沒有太當回事兒。一個小部落打下了一座小城，在他看來不過是一次邊境騷亂。他派了一支軍隊去平叛，心想幾萬人對付幾千人，還不是手到擒來。結果這支平叛軍隊在出河店被阿骨打迎頭痛擊，大敗而歸。這一仗女真軍隊以少勝多，而且勝得非常乾脆。遼朝上下這才開始意識到東北那邊出事了，出大事了。公元1115年，阿骨打正式稱帝，建立大金國，定都會寧府，就在今天的黑龙江省阿城區附近。國號金的來歷有不同說法，一種說法是取自女真發源地的暗出湖水，現在稱那裡叫阿什河，是中国黑龙江省境內的一條河流，為松花江的支流。隋唐时期呢，翻譯為安車谷。這個暗出虎在女真語中的意思是金子。一個漁獵民族的政權在幾個月之內就完成了從部落聯盟到帝國的轉變，這個速度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阿骨打沒有時間慶祝，建國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任務是把遼朝徹底打倒。接下來幾年發生的事情
像一場不可思議的連鎖崩塌。金軍以極快的速度向西和向南推進，一座接一座的攻克遼朝的城市和軍事重鎮。遼朝的軍队在正面戰場上幾乎沒有一次像樣的勝利，聊天坐地，先是逃離了上京，然後丟了中京，然後丟了南京，最後連西京都保不住。公元1125年，遼天祚帝在逃亡途中被金軍俘獲，遼朝正式滅亡。從阿骨打起兵到遼朝滅亡，一共12年。一個建立了200多年的大帝國，被一群10幾年前還在密林裡打獵的人給幹翻了。但金朝的擴張並沒有止步於滅遼。遼朝滅亡前後，金朝就已經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北宋。北宋之前曾經跟金朝結盟，約定好一起夾攻遼朝，滅遼之後呢，各分一杯羹，這就是著名的海上之盟。但聯盟執行過程中，北宋的表現實在太差了，自己去打遼朝的南京，那都打不下來，最後還是金軍幫他們拿下的。金朝由此徹底看清了北宋的實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看清了北宋的虛弱。公元1127年，金軍南下，攻破北宋首都開封，俘虜了宋徽宗和宋钦宗，連同後宮皇族數千人一起押回了北方。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南宋偏安江南，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躍成為了東亞大陸上最強大的政權。從黑龍江邊上的獵人到統治半個中國的皇帝，這個跨度之大讓人幾乎不敢相信，但它確確實實的發生了。完顏阿骨打在1123年去世，雖然沒有親眼看到滅宋，但他開啟的這股力量已經不可阻擋。女真人用不到20年的時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邊疆民族變成了東亞的主角。6000年的沉默在這一刻集中爆發了。金朝在巔峰時期控制着從黑龍江到淮河的廣大區域，疆域比遼朝還大，人口數千萬，軍事力量在東亞數一數二。如果你只看這張紙面數據，你很難想象這個帝國會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裡被人從地圖上抹掉。終結金朝的那股力量來自更北、更冷、更荒涼的草原深處，蒙古人來了。金朝其實很早就意識到了蒙古的威脅。諷刺的是，金朝对蒙古採取的策略跟當年遼朝對女真採取的策略幾乎一模一樣，分化、打壓、定期削弱。金朝每隔幾年就會派軍隊北上剪丁，對草原上的蒙古部落進行軍事清剿，防止他們做大。這種做法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來看只是在播種仇恨。蒙古人对金朝的恨跟當年女真人对遼朝的恨如出一轍。歷史的劇本有時候懶到連台詞都不換，只換演員。公元1206年，铁木真統一蒙古各部，被推舉為成吉思汗。從這一刻起，金朝的末日進入了倒計時。成吉思汗對金朝的進攻是從1211年開始的。蒙古騎兵越過長城，在野狐嶺之戰中大勝金軍主力。這一戰呢是個轉折點，金朝精銳部隊損失殆盡，此後再也沒有了在正面戰場上擋住蒙古人的能力。金朝被迫放棄了北方的大片領土，都城從中都遷到了開封。一個由東北獵人建立的王朝，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被壓縮在了黃河以南的一小塊區域裡，靠跟南宋爭奪地盤來維持最後的生存空間。在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軍攻破蔡州，金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完颜成林在城破時死去，金朝滅亡。
從建國到滅亡，金朝存在了整整119年。一個漁獵民族用武力打出來的帝國，最終被另一個草原民族用同樣的方式打倒了。你看，這又是一次循環。金朝滅亡之後，女真人的命運發生了一次急劇的轉向。在金朝100多年的歷史中，大量女真人從東北遷入了中原地區，特別是華北和中原腹地。他們在那裡經商、當官、種地，跟漢族人通婚混居，在這個文化上呢，就越來越漢化了。金朝後期的女真貴族，很多人已經能寫一首漂亮的漢文詩詞了，日常生活跟漢族士大夫基本沒有太大區別。但這種深度融合，也意味着金朝滅亡之後，留在中原的這些女真人很快就被周圍的人口吞沒了。幾代之後呢，他們的後代已經完全变成了漢人，女真身份消失得無影无蹤。而留在東北的那些女真人，命運則完全不同。他們沒有經歷中原的文明化過程，依然生活在密林和山谷之間，保留着漁獵為主的生活方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對東北的管理比較粗放，設立了若干軍事機構來監控這片區域，但並沒有對女真各部進行系統性的改造。女真人在元朝的統治下過着一種半自治的日子，也就是交一些贡品和服一些勞役，那其余時間就是自己管自己了。這種局面讓東北的女真人得以保留了自己的語言、習俗和社會結構，沒有像中原的女真人那樣被同化掉。元朝被明朝推翻之後，東北女真人的處境沒有根本性的变化。明朝對東北的控制策略是設置衛所，在女真各部的地盤上建立軍事據點，由女真首領出任衛指揮使，名義上納入明朝的軍事體系。這些女真首領拿着明朝的官印，接受明朝的册封，定期去北京朝贡，換回賞賜和貿易許可。但在自己的地盤上，他們依然按照女真人的規矩行事。明朝跟他們之間的關係，說好聽了是宗藩，說直白了就是你別鬧事兒，我給你好處。300年就這麼過去了。從金朝滅亡的1234年到明朝中後期的16世紀，女真人在東北的密林裡沉默了整整300年，沒有建國，也沒有擴張，沒有在任何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篇章，他們就那樣安安靜靜的活着，每天就是打打獵，捕個魚，養個馬。在明朝的大臣眼裡，女真人是什麼？那就是辽東邊境上一群不太重要的部落唄。但沒有人會想到，他們將要重新書寫歷史。明朝當時把東北的女真人大致分成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這麼3大塊。這3個名字不是女真人自己起的，是明朝人按地理位置和文明程度給貼的標籤。其中海西女真住在松花江中游一帶，部落分布多，而且实力分散。野人女真呢，則住在最北最遠的地方，跟幾千年前的肃慎祖先一樣，依然過着最原始的漁獵生活，那中原人基本就接觸不到。而這個建州女真住在长白山以西、辽東以東的山林地带，是3大塊裡跟明朝關係最密切的一支。後來改變中國命運的那股力量，就是從建州女真裡長出來的。建州女真的故事要從一個叫蒙哥鐵木兒的人說起。你看看这個名字，一聽就帶着蒙古味兒。元朝統治東北那麼多年，蒙古文化對女真人的影響是很深的，很多女真首領都取了蒙古式的名字。蒙哥鐵木兒是明朝初年建州女真的首領，被明朝册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他是清朝皇室族譜上追认的直系祖先，虽然隔了好幾代，
但後來的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認他是自家老祖宗。蒙哥鐵木兒的一生充滿了遷徙和動盪，他帶着部眾從朝鮮半島東北部輾轉遷入了今天遼寧東部的山區，最終在一次部落衝突中被殺。他的死並沒有終結建州女真，反而讓這個群體在遼東的土地上扎下了更深的根。從蒙哥鐵木兒到努爾哈赤之間隔了大約150年，這150年裡，建州女真的日子談不上過得有多好吧，但也沒有徹底停止發展。他們在遼東的山林間耕種、打獵、採集人參和貂皮，跟明朝做邊境貿易，偶爾呢還跟這個海西女真或者其他部落打幾仗。明朝的辽東边將對建州女真的態度是又利用又提防，有需要的時候拉你去打仗，沒需要的时候呢就限制你的貿易和活动範圍。建州女真的首領们在這種夾縫裡學會了一套極其實用的生存技巧，對明朝要恭順，對鄰居要靈活，對內部要抓緊。到了16世紀後半葉，建州女真內部逐漸形成了幾個比較強的家族勢力，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家族就是居住在今天遼寧新賓一帶的覺羅氏。覺羅氏的首領叫覺昌安，他的孫子就是努爾哈赤。努爾哈赤出生於公元1559年，從小在遼東的山林裡長大。他的童年並不幸福，母親呢早逝，繼母對他也不好，年紀輕輕的就被迫離家自謀生路。他去過撫順的馬市做生意，跟漢人商販打過交道，甚至傳說在明朝遼東總兵李成梁的手下待過一段時間。這些經歷讓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對明朝的運作方式有了深入的了解。他知道明朝強在哪裡，更知道明朝弱在哪裡。公元1583年，努爾哈赤的命運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他的祖父覺昌安和父親塔克氏在一次明朝與女真部落的軍事衝突中被誤殺。這件事的具體經過至今還有爭議，但結果是明確的。努爾哈赤失去了2位至親，而且是被明朝這邊的人害死的。明朝事後做了一些補償，給了他敕書和一些貿易特權。這個敕書呢，就是古代皇帝發布的命令或文書，常用於任官封爵、告誡或約束臣下。但這種補償顯然不足以平息一個年輕人心中的怒火。努爾哈赤以13副夷甲起兵，打的旗號是為父祖報仇。13副鎧甲加上幾十個追隨者，這就是他全部的家當。但努爾哈赤不是一個衝動的莽夫，他起兵之後並沒有立刻去找明朝的麻煩，而是花了30多年的時間來統一女真各部。先是收拾建州內部的對手，再吞併海西女真的4大部落，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的打。他在軍事上引入了8旗制度，把部落聯盟改造成了一支組織嚴密的軍事力量。他在政治上吸收了漢族和蒙古族的人才，建立了初步的行政體系。到了17世紀初，努爾哈赤已經完成了女真各部的基本統一。公元1616年，他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了后金。那一年他57歲，從13副鎧甲走到了王座上，他用了33年。在他身後站着一個即將改寫整個東亞秩序的民族，而這個民族馬上就要換上了他最後一個名字。努爾哈赤在1626年去世，繼承汗位的是他的第8個兒子皇太極。這個人跟他父親很不一樣。努爾哈赤呢，是一個從叢林裡殺出來的武將，靠的是拳頭和直覺。皇太極則更像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他的眼光不只盯着戰場，還盯着人心。他接手後金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潛力但也充滿隱患的局面。軍事上，後金已經在遼東站穩了腳跟，
多次擊敗明軍，但政治上，這個政權還是一個女真人的部落聯盟，格局太小，名號太舊，撐不起皇太極心裡真正想做的那件事兒，入主中原。皇太极做了很多制度改革，他完善八旗，增設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把原本純粹的女真軍事組織改造成了一個多民族的戰爭機器。他建立了六部，仿照明朝的行政體系搭建了一套文官系統。他還拉攏了蒙古各部，通過联姻和封赏，把漠南蒙古綁上了自己的戰車。他招降明朝的將領和文人，給他們官職和待遇，用他們來幫自己管理越來越大的地盤。所有這些動作都指向一個方向：后金不能只是一個女真人的政權，它必須變成一個能容納女真、蒙古、漢人在內的多民族帝國。而要完成這個轉型，第一步就是換掉那個舊名字。公元1635年，皇太極正式下令廢除女真這個族名，改稱滿洲。第二年，也就是1636年，他又把国號從后金改成了大清，自己的頭衔也從汗升格成了皇帝。這一連串的改名操作絕不是心血來潮，每一個名字的更換背後都有極其精確的政治考量。咱們先来說為什麼要丟掉女真。這個名字在東亞世界裡有着非常複雜的歷史記憶。對漢人來說，女真人就是當年建立金朝、制造靖康之恥的那群人。南宋100多年的屈辱歷史，全都跟女真這兩個字綁在一起。如果皇太極繼續打着女真的旗號南下，漢人的第一反應不會是歡迎，而是恐懼和仇恨。這對一個想要統治中原幾億漢族人口的政權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負擔。那麼，丟掉女真這個名字，某種意義上就是在丟掉一段不利於自己的歷史包袱。咱們再來說為什麼要選滿洲。關於滿洲這個詞的來源，學術界討論了幾百年也沒有完全定論。一種說法認為它來自文殊菩薩的曼殊，因為藏傳佛教在滿洲貴族中有很大的影響力，用一個帶有佛教色彩的詞來命名民族，有助於拉攏同樣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另一種說法認為，滿洲是女真語中某個固有詞彙的音譯，可能跟他們的發源地有關。還有人認為它與建州女真早期首領的名字有語音關聯。不管真實來源是哪個，皇太極選這個名字一定經過了反復掂量。他要足夠新，跟過去的負面記憶沒有直接關聯；他要足夠莊重，能夠承載一個新帝國的尊嚴，而且他還要足夠包容，不至於讓蒙古人和漢人覺得自己是局外人。丟掉后金這個國號的邏輯也是一樣的，后金明擺着是在認金朝為前身，這等於在公開宣告我們就是當年那群女真人的後代。皇太極要的恰恰是切斷這種聯想。大清這個國號沒有任何歷史包袱，它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有學者注意到清字帶水旁，而明朝的明字帶火旁，五行之中水克火，這可能是皇太极有意為之的一個象徵性安排。當然，這種解讀有一定的猜測成分，但即使拋開五行不談，大清這兩個字在聽覺上就比后金大氣得多，乾淨得多。皇太極的這套改名工程本質上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身份重塑。他要做的事情是承認我們來自女真的血脈，但不再被女真的歷史所定義。我們是一個新的民族，一個新的国家，一個新的時代。這種操作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很多政權在擴張的關鍵節點都會重新包裝自己的身份，
但很少有人做得像皇太極這麼徹底。他不只是改了一個名字，他改掉了一整套敘事。從肅慎到義樓，從務吉到漠河，從漠河到女真，又從女真到滿洲，6000年的時間，6次名字的更迭。每一次換名的背後，都是一次时代的轉折，一次權力的重組，一次身份的再定義。但不管名字怎麼變，那條從白山黑水之間延伸出來的血脈從未斷過。那些在密林裡彎弓射箭的人，那些在冰河邊搭建半地穴房屋的人，那些用石頭磨箭頭的人，他們的後代最終走進了紫禁城，坐上了龍椅，統治了中國將近300年。